海豆芽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真的了解海豆芽吗？它可不是贝类，而是万足动物，距今已有5亿多年，可以说是个活化石。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？看完本期视频，解答你们的疑惑。本期视频呢，主要是给大家了解一下海豆芽，了解一下海豆芽的一些器官功能。很多人都吃过这个东西，但你得吃个明白呀，对吧？毕竟是个活化石啊。至于哪些部位能不能吃，你看就这么个小个玩意儿，你想摘也摘不起呀。这些呀，都是我和我的哥们儿大千去海边干海采集所得。咱呢先去海边，看看它是怎么长出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千。一会儿呢，我和我的哥们儿哈，咱们去采集一个神秘的生物——海豆芽。我们现在的方位是大连的夏家河子啊，就这个地方有啊。完了，咱们挖出来以后呢，一会儿咱就给它刨了。我们去寻找一下，出发。你说吧，海豆芽啊。这是海豆芽，来，看像不像豆芽？因为形似豆芽，所以叫海豆芽。这个是万足动物们的活化石。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好好讲一讲。啊，这玩意儿还是很有神秘色彩的，存在了5亿多年了，寒武纪之际。海豆芽大概生长在泥沙下10公分到20公分的位置，看还往里钻呢。运动器官靠的就是这根长长的柄，柄的末端会分泌一种胶性的粘液，这样就会牢牢地附着在泥沙之中。实际上这个柄是很长的，这只应该是断了。你看看这只完整的柄应该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的细，很容易就会被扯断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特征。海豆芽中文正式名蛇形贝，属万足动物门无角纲。它的贝壳像一个大毛壳，翡翠色。还有一种比较黄的海豆芽，比较少见，叫亚氏海豆芽，个体会更大一些，壳身短而且宽。它的壳并不像贝类对称两侧生长，而是分贝壳和腹壳。腹壳会比贝壳长那么一奶奶，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。腹壳的壳顶会向外略探出来一些，而且发尖，形似曲的嘴，中间区域会有很小的细孔。这根幽茎状的柄就是从这个部位长出来的，与腹壳相连。所以柄是壳的组成部分，并不是体内的器官。柄是一个管状结构，中间有柄腔，分别由角质的外皮和肌肉组成。它在运动的时候就靠这个柄收缩，拖动身体进入泥沙中。这根柄很有韧性，是可以吃的，口感相比根揪，但是一定要把尾部这个根去掉。这个位置会分泌粘液，占有很多的泥沙，不能吃。它的贝壳要稍短一些，两颗之间可以360度平行错位，这是因为它的壳不具备像贝类一样的咬合齿，壳的运动完全靠肌肉来完成。它的肌肉不仅有前闭壳肌、后闭壳肌，还有一些侧肌、斜肌构成。无咬合齿的这个特征也是无角纲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我们把壳打开，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紧贴壳的这部分是外套叶，外套叶的边缘长有刚毛，有感觉功能。它还有一处感觉器官，在前闭壳肌的两侧有一对平衡囊。外套叶的外层是外套膜，海豆芽的壳就是外套膜所分泌出来的。壳分为护膜、几丁质层和几丁质磷酸钙层，这种结构成分在学术进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在寒武纪时期都是这种结构。我们都知道贝类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碳酸钙结构的壳只出现在奥陶纪之后，说明海豆芽的原始地位是相当的高。这个壳也是有药用价值的，因为几丁质也是多糖物质嘛。重点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出手冠，这两个曲成环状的部位就是出手冠。不同于有角纲的酸浆贝，它的出手冠是没有骨骼支撑的。这个白色的部位是腕肌，上面长有很多线毛状的触手，触手会将微小的食物颗粒送入嘴中，嘴就在两腕之间，这个小黑点就是它的嘴。出手冠不仅是它的捕食器官，也是它的呼吸器官。它没有独立的鳃，呼吸是靠触手和外套叶的共同作用下来完成气体交换，同时也是它的排泄器官，与外套叶一起将体内所产生的氨氮物质排出体外。来，往这儿看，这个棕色的部位是它的消化腺，消化腺的里面是胃囊，胃囊连接着肠腺，肠腺从下方绕几圈，然后挑头，终点在身体的右侧中部。肛门的所在地就在这呢，有肛门也是无角纲的重要标志。在胃的背细膜上有一颗小心脏，这个发黄的部位就是它的生殖腺，颜色深的为母，浅的为公，是雌雄一体。成熟的精卵细胞会通过肾脏排出体外，肾脏是一个囊状，在海豆芽中，肾脏更多起到的是一个输卵管的作用。以上就是海豆芽的基本特征。等以后你们吃海豆芽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哪些器官都是干啥用的。这玩意儿还有个特点，非常的耐活啊！我放冰箱里面冷藏，半个月了，半个月都没死。
尝一下吧，咱们看看5亿多年前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儿。我就简单的水煮了一下，煮完以后这壳自动就脱离了。5亿年前的美食啊，太奢侈了。味道呢跟那个贝类啊没差多少啊，鲜莲味也有，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是不如贝类。它那个鸡肉的部分啊，熟了以后啊，咬起来还是很梗的，但鲜味可以啊，我感觉更适合做汤。完了，咱们尝一下这个饼啊，看这个饼什么味道。第一口感觉很硬，膻味没有啊，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树根子，有点那个宫保咸菜的那个感觉，但可以吃啊。总体来说还是挺有意思啊，很特别的一道海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啊。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，关注老郭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